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繁荣外表下的文明天花板，一个在历史圈子里经常被提起，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危险，但又绝对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宋朝没有灭亡，中国会更早进入近代社会吗？说它危险，是因为历史没有如果，任何架空历史的推演都容易陷入主观臆想，甚至引发无休止的争吵。说它无法回避，是因为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太特殊了，它是无数文化人和历史爱好者心中的白月光。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属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宋朝经济极度繁荣，市民阶层崛起，科技发明层出不穷，海外贸易远及大洋彼岸。甚至有人认为，宋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一只脚已经迈进了近代社会的门槛。如果不是蒙古铁骑的南下，粗暴地打断了这一进程，中国或许早就自发地完成了工业革命，引领世界走向近代。这个美好的假设听起来非常令人向往。但是，当我们拨开温情脉脉的历史滤镜，用严谨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科技史的眼光去重新审视那个时代，我们可能会得出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结论。今天，我们就抛开所有的假设与幻想，严格尊重历史事实，通过对宋朝的经济结构、科技基础、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深度解剖，来看看宋朝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中国带入真正的近代社会。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核心概念：什么是近代？近代绝对不仅仅是指老百姓手里有钱，或者城市里有几条繁华的商业街。近代社会的标志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爆发，是科学革命带来的认知体系重构，以及相配套的现代金融体系和法治社会。带着这个标准，我们先来看看被后人吹捧的最高的宋朝经济。不可否认，宋朝的经济确实达到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农业上，占城道的引进和推广，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养活了超过1亿的人口。商业上，打破了唐代的方式制度，出现了沿街叫卖、夜市连轴转的繁华景象，《清明上河图》就是最好的证明。宋代的海外贸易更是发达，泉州、广州等地的是波斯每年为朝廷带来巨额的关税收入。更让人惊叹的是，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似乎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开端。但是，这些繁荣的背后，掩盖着宋代经济极其脆弱的一面，那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和垄断。宋朝的商业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消费基础上的。宋朝实行的是禁却制度，也就是国家垄断。对于盐、铁、茶、酒等利润最丰厚的行业，全部由国家严格管控。商人们想要从事这些行业，必须向政府购买特许经营权。这种制度下，宋朝确实产生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商人，但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而是依附于皇权和官僚体系的皇商或官商。在近代欧洲，商人们通过积累财富，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市民阶层。他们可以和封建领主讨价还价，甚至通过大宪章这样的文件来限制君主的征税权，从而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但在宋朝，商人的财富永远处于皇权的阴影之下。当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比如为了支付给辽国和金国的岁币，或者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时，朝廷可以轻易地通过行政手段剥夺商人的财富。这就不得不提到宋朝的纸币交子了。交子最初是由四川的民间富商联合发行的，这确实是商业信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很快，宋朝政府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金融工具的巨大威力，将其收归国有，改由政府垄断发行。在没有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和严格的准备金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纸币成了宋朝政府敛财的最便捷工具。面对巨额的军费和官僚开支，宋朝政府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疯狂印钞。从北宋末年到南宋，纸币的发行量如同脱缰的野马，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原本象征着商业文明进步的纸币，最终变成了掠夺民间财富的吸血鬼，彻底摧毁了社会的金融信用。试问，
一个连最基本的产权保护都没有，连稳定的货币信用都无法维持的经济体，怎么可能自发地孕育出近代的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呢？说完了经济，我们再来看看最让人感到惋惜的科技。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在古代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却没有产生近代的科学革命？这个问题在宋朝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宋朝的科技成就是辉煌的，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都在宋朝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巨大的改良。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记录了大量惊人的自然现象和工程技术。苏颂主持制造的水运仪象台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机械装置。在能源和材料方面，北宋时期的徐州等地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煤炭来冶炼钢铁，据说北宋的钢铁产量一度达到了10几万吨，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18世纪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听起来，宋朝似乎距离工业革命只有一步之遥了。只要有人把烧煤和机械结合起来，发明出蒸汽机，大宋帝国就能直接进入蒸汽时代了，对吗？错，大错特错。因为宋朝的科技本质上依然是经验科学，或者叫工匠技术，它距离真正的近代科学中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一套完整的数理逻辑体系和实验科学的方法论。近代科学的诞生不仅仅是因为工匠们偶然的发现，更是因为有伽利略、牛顿这样的人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自然界的规律，用可重复的实验去验证理论的真伪。只有建立了牛顿经典力学体系，才有可能对机械的运动、热能的转化进行精确的计算，从而指导蒸汽机等复杂工业机器的设计和改良。而宋朝的科技依然停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沈括记录了磁偏角，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磁偏角。宋朝的工匠能造出极其复杂的水利钟，但那只是一代代工匠凭借经验的积累和试错，并没有抽象出一般性的机械动力学理论。中国古代的历法和算学虽然发达，但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皇权的天命正当性，并没有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形成相互促进的理论闭环。更为致命的是，著名经济史学家易茂可曾提出过一个高水平平衡陷阱的理论，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个理论在宋朝同样适用。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时英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表层煤炭开采殆尽，必须向深层挖掘，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抽水需求。同时，英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资本家有强烈的动机去发明和使用节省人力的机器。而宋朝的情况恰恰相反。宋朝虽然经历了经济繁荣，但人口激增也带来了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一个人力极其便宜的社会里，任何试图用机器替代人力的发明，在经济上都是不划算的。既然雇佣几十个挑夫就能把货物运走，为什么要花费巨资去研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容易坏的机械呢？缺乏大规模运用机器的经济内在驱动力，加上缺乏理论科学的支撑，宋朝的科技再发达，也只能在传统农耕文明的上限内打转，永远无法引发那种颠覆性的工业革命。那么，既然经济和科技无法自发突破，宋朝的政治和思想文化有没有可能提供这种突破的土壤呢？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层结构。宋朝的政治制度经常被学者们形容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了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悲剧重演，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实行了崇文抑武的国策。这虽然有效地避免了武将篡权，但也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整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从门阀贵族变成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上来的文人官僚。科举制度在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确实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它让寒门子弟有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科举制恰恰是阻止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把枷锁。因为科举制把全社会最聪明、最有野心的大脑全部吸纳到了四书五经的考卷中，吸纳到了庞大的官僚体制内。
在宋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绝不是一句空话。一个商人哪怕积累了再多的财富，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依然是卑微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花钱买地，供儿子读书考取功名，从而完成从商贾到士绅的阶级跃升。这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社会资本永远无法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完成长期的积累。商人们一旦有了钱，第一反应不是去扩大再生产，不是去投资研发新技术，而是去买田置地，去结交官府。资本的终点永远是土地和权力，没有资本的持续投入和积累，近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就不可能诞生。同时，宋朝的思想文化走向也注定了它无法开启一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北宋初期，思想界确实有过一段活跃的时期，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各抒己见，甚至在变法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党争。但到了南宋，面对山河破碎和外族入侵的巨大压力，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开始向内收敛，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封建伦理道德提升到了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他要求人们通过格物致知去体认内心的道德律令，而不是去向外探索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种思想倾向虽然在塑造中华民族坚韧的民族性格和道德底线方面发挥了作用，比如文天祥的宁死不屈，但它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扼杀了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一个把伦理道德看得比一切都重，把孔孟之道奉为绝对真理的社会里，怎么可能诞生出砸碎旧世界、推崇理性与人权的近代思想呢？最后，我们还要直面一个极其残酷的客观现实，那就是宋朝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很多假设宋朝没有灭亡的人，往往忽略了当时整个东亚大陆的军事格局。宋朝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生存在北方游牧民族或者说半农耕半游牧民族的巨大军事压力之下。辽、西夏、金，再到后来的大蒙古国。宋朝失去了燕云16州这道天然的地理屏障，连养马的产地都极度匮乏，只能凭借步兵和城防体系苦苦支撑。在这种极端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如果宋朝想要生存下去，也就是我们假设的宋朝没有灭亡，它唯一的出路是什么？是将整个国家变成一部高度集权的战争机器。为了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灭国之战，朝廷必须尽一切可能榨取民间的财富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必须实行极其严酷的思想控制来保持内部的绝对一致。南宋后期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为了抗击金国和蒙古，南宋朝廷的税收名目繁多，京总制钱、月庄钱、板账钱，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贾似道推行的打算是法和公田法，更是直接用行政手段强买甚至掠夺民间的土地和财富。如果这种战争状态再持续100年、200年，宋朝的经济早就被彻底榨干了，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发展商品经济，去搞什么技术创新？欧洲能够走进近代，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条件是欧洲处于一种列国分立的竞争状态，但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凭借绝对的武力彻底吞并其他国家。这种长期的相对势均力敌的竞争，迫使欧洲各国不断地进行军事技术革新、金融制度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以求在竞争中存活下来。但中国古代的地缘格局不同，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绝对的骑兵机动优势和摧枯拉朽的冲击力，中原农耕政权要么被彻底征服，就像后来的崖山海战那样，要么就必须演化成一个比游牧民族更加残酷、更加高度集权的超级专制帝国。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与强调个人权利、自由市场和法治契约的近代社会背道而驰。所以，当我们综合了经济结构、科技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以及地缘环境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如果宋朝没有灭亡，中国不仅不会更早地进入近代，反而会在传统的封建专制道路上越走越深。宋朝的繁荣是中国传统古典文明的巅峰，是农耕社会所能达到的极限。
但巅峰也就意味着顶点，意味着在这套系统内部已经没有了向上突破的空间。宋朝的商业繁荣是寄生在封建特权和官僚消费上的畸形繁荣，它孕育不出独立的资产阶级。宋朝的科技发明是缺乏数理逻辑支撑的工匠经验，它推不开科学革命的大门。宋朝的文官政治和科举制度是一个极其精密的社会控制系统，它把所有可能引发变革的力量都驯化成了皇权的附庸。我们对宋朝的惋惜和怀念，往往是出于对那份精致典雅的士大夫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对《清明上河图》中烟火气的眷恋。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温柔、最灿烂的一抹晚霞。但这抹晚霞再美，也无法直接变换出现代工业文明的朝阳。历史的发展有着它严酷的内在逻辑。一个文明想要完成从传统向近代的跨越，仅仅靠财富的积累和技术的改良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一场从灵魂到肉体、从制度到思想的彻底洗牌。它需要对神权和皇权进行无情的解构，需要对自然规律进行理性的探索，需要确立人的基本权利和市场的契约精神。而这一切都是大宋王朝那套虽然精致但极其保守的系统所无法容纳的。如果宋朝奇迹般的存活了下来，它大概率只会变成一个更加僵化、更加内卷、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密的超稳定帝国。它会在农业文明的巅峰上孤独地徘徊，直到几百年后被来自大洋彼岸的坚船利炮彻底震醒。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的底层规律一直在那里。我们假设历史不是为了在虚幻的想象中寻找民族自豪感，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我们从哪里来，以及为什么我们走过了那样一条充满苦难与曲折的道路。明白了大宋繁华背后的结构性死结，我们才能更加珍惜今天这个来之不易的现代社会，才能明白持续改革、尊重科学、保护创新的重要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这期有些沉重但绝对理性的分析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